我们在对词的时候我都在哭，就是控制不住。这个人物会跟很多大家可能之前看到的角色都会不一样。完不完美我觉得还得看观众了，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长歌是我拍过所有剧中入戏最快共鸣最深的人。我理解的李长歌是有大情怀、勇敢、坚强、有智慧、身手又敏捷的一个小姑娘。虽然她很小，但是她的这种成长的线非常的清晰，而且也能够让人感受得到她的这个大智慧，包括她很容易能够去吸收到好的东西，去排解到坏的东西。我觉得这一点我还挺喜欢的。前期的时候是很压抑的，就是你能够想，就是你身边所有的人，你信任的所有人都在骗你，或者说你以为他们都在骗你，你以为他们都在害你。我如何信你？从此之后，你我短兵相见，不共戴天。你觉得身边没有一个人可相信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还挺压抑的一件事情。我觉得那样我真的就跑走了，如果是我的话，我真的逃跑。对，所以会觉得前期是会很压抑，但是直到他后来渐渐的他的成长，包括他知道一些事情的真相之后，渐渐的那种散发出来的成熟的感觉，我会觉得就是会呼一口气。长歌受教。我现在觉得最虐的一场戏，应该也是我们前段时间拍的阿豆死的那场戏，我觉得是最让我挺难受的吧。因为当时我看到这个演员，我看到他，我就会觉得，就是每次要跟他拍一点什么戏，我就会觉得，哎呦天哪，他的命运就是后来他会在那么大的一个场景下去为这个国去牺牲，然后我看我就会觉得很难受。是要做大将军的人。导演可能要的那个感觉会是反正就是先不要情绪那么放大化，但是我一开始我就因为好早就是看到剧本，我就觉得这场戏应该是我很难过的一场戏，而且阿豆还是个小孩子，所以我当时就一演我就要哭，我们在对词的时候我都在哭，我就是控制不住。关起来，你关起来，阿豆。师傅，我终于能做大将军了，我终于能成为你的下属了。阿豆，长大再做大将军，我带你走，你不能在这儿死，阿豆，我带你走。公孙恒死的那场戏，要自杀的那场戏，然后包括阿豆的这场戏，就是拍完就是平时会休息嘛，会跟大家聊天，坐在那里，然后我这2场戏拍完我都属于是怎么理解他的一个成长经历到每次的一个阶段？其实就是他遇到了这么大的一件事儿，就是他全家人都被自己曾认为最亲近的人给杀害了，然后逐渐到他后来渐渐意识到这个事情，我觉得就哪怕这个其中的一点点小事，如果是放在一个真实的人上面，我都觉得是足以让他崩溃掉的一件事情。但是他非常的坚强，首先他肯定是想着一个大国，他肯定是想着一个大家，然后他才会去想自己身上是有什么点才能让这个事情变得更好，他肯定是做错了什么才会导致这件事情这样，所以他一开始他是冲动的，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同我一起离开，以图后事。但是他也一直在寻找自己的道嘛，所以说他其实这过程当中他遇到了很多人，遇到了很多事，逐渐强大起来之后，我会觉得就是这个人物会跟很多大家可能之前看到的角色都会不一样，因为他经历的事太多了，就从第1集一直到后面他一直都在经历。李长歌是从头到尾都是靠自己，所以我觉得挺不容易的，这小孩儿。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会想办法，不用他可怜我。很长的，你觉得说演起来可能说就挑战大一些？我觉得应该是朔州吧，对，因为朔州他终于拥有了一个可以让他有家一样温暖的朋友，然后也拥有了就是别人的关心，真心的关心。若不嫌弃，
以后这儿就是你的家。他在这里感受到了他这么久以来受到大家就是你认为最亲近的人背叛之后，头一回遇到了这么温暖的一个环境，但是大家都相继因为要保护百姓，保护这个国家，然后大家都相继都离开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是比较难演的，就是他要放下戒备去相信别人，然后相信别人之后一个一个离开。对，我觉得摄州这个部分应该是我目前觉得是最难演的，还要去知道阿隼就是这个坏，就是敌对方。对，你可别忘了，我是令安氏勒部损失惨重的人。今日之后，你只是我殷氏的一个奴隶。那说到隼的话，就是对长歌来说，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嘛。心里面的一些感情线和他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发展经历是怎样的？一开始就是误会，也不是误会，就是吵闹当中相识。怎么是你？怎么是你啊14郎莫非是割舍不了在下，一路追上来的？想太。然后渐渐意识到，有心动哦，然后有心动哦，但是因为后来又遇到他是我的仇家，然后就一波三折，跟心电图似的，就这样。他也非常的用心，然后平时也是经常会去跟导演，就坐在导演那边就去跟他聊，而且他也经常会说，哎呦，我笑裂开了，就那头套，然后一说到这个我就绷不住。